海藻在过一段非正常的生活，用一本书的名字可以概括：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宋思明变幻莫测，真的像海水那样，时而平静祥和，时而波澜壮阔。他会很久不来一个电话，让海藻猜测他已经将自己遗忘。过往的鱼水欢愉不过是过眼云烟，又会突然缠绵悱恻，突然来一个电话，说几句让人脸红心跳的话。海藻的心总悬在半空中，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不定期的骚扰，有点担心，又有点期待。被人爱的感觉比苦苦追寻要好得多。当然，海藻并没有经历过求而不得的情感。有的女人就是很幸运，不必付出就有收获。小贝也好，宋思明也罢，给自己带来的永远是多情的爱。亲爱的，吃饭了啊！快点过来，我做了红烧肉了啊！快点！来啦！吃什么？红烧一块。红烧肉呢？哎！你洗手了吗？没有啊。放下。对啊。洗手去。哎，我怎么一步？哎呀，我都掉了！掉了，我掉了。都掉了呢。快点，别放！干嘛？叫了我吃了，快点！不的。咋呢？我不能。前一天，海藻如贵妇般穿梭于某个酒吧会馆，而第二天又一身粗布在厨房里做饭。他觉得自己有爱德华大夫里格里高利派克那样的双重人格。你真好看。让我吻你吧。小贝呢，依旧沉浸在与海藻的两人世界中。他会拉着海藻去逛菜场，或者在家附近乱转。星期日如果有空，两人就去郊外运动野游，穷开心。小贝，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了。海藻觉得自己是将身体一会儿泡在火锅的红汤里，一会儿泡在白汤里，在滚烫沸腾的火焰中，眼看着自己像虾一样从透明变成香艳的粉红色。然而人向下的堕落总比向上的攀爬简单。前一段还觉得荡妇的生活很难挨，这一段海藻跟宋思明就已经适应角色的变换了。喂，出来吧。哎，
我们去哪儿啊？去吃饭，那我们吃什么？西餐。下午我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他餐厅进了好的牛肉。我不想吃西餐，又是刀又是叉的，麻烦死了，还要注意什么仪态啊、仪表啊，我真的不习惯的。要不咱们吃别的吧？那你说吃什么？我想吃火锅，我想吃好吃的四川的火锅。火锅呢？火锅嘛，火锅嘛。问问。喂，你知道哪儿的火锅好吃？要四川。真香哎，就是这个味道。看着很不错啊。哎呦，宋先生您好。哎，你好。唐老板特地嘱咐说要好好招待您。哈哈。您跟唐老板是好朋友吧？是啊。他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亲自安排了这些。好，谢谢谢谢。这家店是唐老板最早的一家店，也是口碑最好的一家。我们这儿的鱼冻很有名的。行，那就来一份吧。哎，好，来份鱼冻啊。哎，宋先生，您要不要尝尝我们这儿的豆浆？手工做的，很好的，外面喝不到的呢。啊，你忙你的吧，我看外边生意挺好的。嗨，这天天排队的，哪有不好的呀？让他们候着吧。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吃？哎，你们吃，我还有事儿呢。哎，不好意思，不打扰你们啊，你们吃。快，这不啰嗦。来吃吧。你下这儿啊？啊，这我不拉。好嘞。猪脑子一定要煮熟，要不然会有绦虫的。那奇了怪了，那女孩子为什么会爱吃这种残忍的东西？老土，就你文明啊！这个多好吃啊！你看，它呢会有豆腐一样的黏滑的，你看。那你是吃它呢，还是想吃豆腐啊？你要想吃豆腐，直接下豆腐啊。哎呦，像你这种单向思维的人是体会不到这种复杂的快乐的。哎，我问你，那些抽烟的人，他们为什么喜欢抽烟呢？他们究竟是喜欢烟头飘出的烟，还是喜欢里头的尼古丁？那如果明知道尼古丁有害，那为什么还抽呢？如果仅仅是喜欢烟，那你干脆拿根棍在火上烤一烤，不也出烟吗？所以呀，他们享受的既是烟头漂浮的烟，又是尼古丁的瘾。这就是我的脑花，既要有豆腐的味道，又要有肉香，两者呢缺一不可。至于绦虫嘛，可以忽略不计。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回头我们再联系。这个你拿上，去买点衣服，别再跟你姐姐一起换着穿了。我喜欢你穿的漂漂亮亮的。你怎么这样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当你是我的女人，我有义务让你过得好，你知道吗？你是我的，我很尊重你。去吧。
收拾3个小时了。你这绣花呢吧？啊，大面齐就干净得了，非要弄仔细干嘛呀？你要么就别让我干，你要让我干呐，我就是容忍不了这儿的一点点油渍和污垢。哎呦喂，你有那功夫，你能不能把咱们那房间好好收拾收拾啊？外边交给我，除了我，没人会珍惜你的劳动果实。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永远把自己和别人的分得清清楚楚的，扫门谦虚。说什么呢？我那不是心疼你吗？出来，出来，这儿交给我。乖了，出来。回来。好好干啊！一般想吃什么呀？我要去菜市场买回来做。我想吃。哎呀，咱俩今天太累了，咱们出去吃。行啊，你想吃什么？永和豆浆。好吧，好吧。别动，别动，别动，一大块，一大块。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出来了，出来了。行了，走啦。走了。走。好冷啊！今天风挺大的。是啊。你看你带着破围巾。怎么了？特难看。我要豆浆，你喝什么？豆浆。哎，人家都点豆浆了，拜托哥哥，你能不能换一个呀？好吧，妹妹，那你说哥哥喝什么，哥哥就喝什么。你喝柚子茶吧。好吧，一杯豆浆，一杯柚子茶。豆浆冰的的，我要冰浆。对，那你说我喝冰的，喝热的？人家都点冰的了，你当然喝热的啦。好，一杯冰豆浆，一杯热的柚子茶。冰热的柚子茶。完了以后我吃卤肉饭，你呢？棒棒鸡青菜汤。好。棒棒鸡青菜汤。多少钱一共？总共41块。好，你找地方坐。好喝吗？谢谢。来啦，小猪猪，我们先吃青菜。来，吃一口，吃一口维生素，快点。棒棒鸡啊，豆浆也好喝，柚子茶也不错。我吃。这里有空位子，他们2个好像快吃完了。不好意思啊，你们慢慢吃，我们不着急的。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他说不急，人就那么杵在你面前，还让不让人吃啊？老宋，海岛啊，好久不见。好巧啊。我们吃完了，这个位让给你们吧。不着急，你们慢慢吃。你不是吃饱了吗？走吧。没有啊。好。拜拜啊。走啊。谢谢啊。坐呀。谁啊？你认识？一个地产公司的策划，以前打过交道。想吃什么？嘿，刚那男的谁啊？见过1、2次。见过1、2次就叫你海藻啊，太那什么了吧也。他可能就是跟我老板叫的呗，我老板叫我海藻，他都不知道我姓什么吧？嘿，你回来跟你老板说，让他叫你小郭，海藻是你叫的。我得了吧你，有病啊！走。海藻，走了啊。哎，再见。
对于这笔钱，海藻没想好怎么处理，因为放在银行里很难不被小贝发现，所以就暂时放在办公室了。本来想着有机会还是还给宋思明，但一想到他带着老婆孩子过周末的样子，海藻就有些报复性的选择了一种最保险的处理方法，尽快花掉。哎，爹，哟，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哎呀，我来，来，把这个放这儿来。哎，你收拾行李呢？啊，哎，走啊，干嘛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啊？好看吗？哎，这个咸菜色真的很漂亮哎！哎，这种绿很配我的皮肤的。是啊，我试试。多少钱啊？一提钱就俗了。喂，姐，我发现你现在真的很要命哦。你哪怕不是文学女青年了，你好歹得向那个方向靠一靠吧？怎么了啊？这么好看的衣服被你一个咸菜色形容的，都没胃口了。你应该说，这个秋香绿的大衣好漂亮啊！哎，你色盲啊，颜色都看不清楚，什么秋香绿啊？秋香绿是靠近那个什么绿豆的颜色。去，我这儿找。我真是服了你了，你就跟个非洲难民似的，一张嘴所有形容词都是吃的。哎，你还记得以前那个馋嘴媳妇吗？啊，你问她雪下多大了，她说就薄饼的厚度，再问就烙饼的厚度，你打她一巴掌就成了切面馒头。我沦落成这样了，哎，我有这么俗吗？你才发现啊！不过，这件衣服你买的还是蛮有眼光的，像这种衣服挂在橱窗里，我是看都不敢看的，直接从下面走过，太贵。这件是我送给你的，给我的啊！哎，还有毛衣和裤子，咱俩一人一件啊。过2个星期呢，我会过来换，咱俩都有的穿了。不是，你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多衣服啊？哦，对了，宋先生是谁呀？你怎么知道的呀？马克告诉我的。哎，你老老实实交代，别让我一点点查出来，你就很没面子啦。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小小的官儿。结婚了？当然了，他孩子都10几岁了吧？那你跟他什么关系呢？朋友关系。朋友关系？什么朋友？又送衣服又让房子的？我跟你说啊，少跟这种人混在一起，到头来吃亏的还不是你。这几件衣服，这点东西算什么呀？难道到你老了嫁不掉的时候，这留着一柜子衣服陪你啊？那衣服至少还能陪我呢。男人还不如衣服靠得住，男人能当衣服一样收藏吗？走一步看一步嘞。看什么呀？你是看上他的人，还是看上他的钱了？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喜欢他的，跟他在一起挺刺激的。刺激？什么刺激啊？啊，偷情的刺激啊！人啊，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敢如此挥霍青春。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知道，在有个老实的老公、有个听话的孩子、有个稳定住所前提下，哎，做爱呢是在自家的床上，而不是在别人家的床上，担心随时会被抓奸，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了。郭海藻，行了，姐，我以后会过你这种生活的。可是我现在还不羡慕你，我可不想我们2个人的日子还没有幸福多久呢，就跟你似的啊。天天跟姐夫为了一点点柴米油盐吵来吵去的。我现在还年轻嘛，我现在不挥霍，什么时候挥霍呀？是啊，我在你这个年纪，有大把青春可以浪费的时候，我呢，却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毕业、分配、结婚、生子。我一丝不苟地过着谨小慎微的日子。说实话，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因为你的这种路我没走过，很难说。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很难说，到底哪种选择是对的，哪种选择是错的。谁的路嘛，谁自己走。累与不累，
好与不好，值与不值，别人替你做不了回答。所以呢，我也不是劝你，我只是希望呢，你呀，别被一切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包括你跟小贝的关系，包括你跟这个宋什么的关系。在你一个人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想清楚。你想清楚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好吗？嗯。本来还有2件事情要求你，算了，也不说了。哎，怎么了？说啊。算了，说呀，姐。本来呢是想跟你商量，看看过年的时候能不能把然然和爸爸妈妈接到你借的那套房子里住的。应该没问题的啊。我再去问问他。如果行的话，你跟小贝一起过来过年吧，难得聚在一起的。我留下就行了，小贝就算了吧。他们家就一个宝贝儿子，1年才团聚一次，我可不想剥夺他们家的天伦之乐了，免得遭人记恨呢。哎，对了，姐，这些东西我回去得跟小贝说，是你买了送给我的。我哪有这么多钱啊？姐，你听我说完嘛。不然我怎么跟小贝交代啊？啊，你别说漏嘴了，姐。回来了。嗯。你这手里拎的什么东西啊？大包小包的。啊？这个什么呀？衣服。我看看，买衣服了？我姐送我的。哟！哎，先换上，让我看看，当一活动衣裳架，让我看看。哟喂，这色儿特别衬你的皮肤哎。得好几百的吧？我也不知道。你姐这是怎么了？发横财了？她不一直在解放路买衣服吗？她不最近教育老外学生吗？赚外快了呗，多买几件衣服，也就撑门面。嗯。哎，对了，我姐说她周末要搬家，我去不了，我得出差，你一大早得去帮她。好。项目都接近收尾了，对方抓着个错误拒绝付款，要打官司。我现在扣着人家的钥匙不给，大家都陷入僵局。我暂时不想出面，你去好好摸摸人家的口风。您好，我是大酱公司的郭海藻。啊，对，我到了。哦，那我们约周6早上8点见吧。哎，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喂，孩子，休息了吗？正要呢。房间里没有你一个人吧？当然了，不然还有谁啊？也许小飞正陪着你，与你在灯下共舞呢。这是你希望的吗？我想咬你，当着小飞的面。你来咬啊！如果你嘴够长的话。不过有些人鞭长莫及哦。你不要刺激我啊，小心我收拾你。来呀来呀，你来收拾我啊！反正电话里面你就嘴硬好了。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喜欢他的，跟他在一起挺刺激的。那你还珍惜跟苏纯的感情吗？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晚上吃什么呀？小排骨炒白菜，味道好极了。哎，可惜你吃不着啊。哎，你等会儿啊，有人敲门。谁呀？作业房。作业房的，你一会儿打过来吧，打我房间啊，我先挂了。出什么事了？没出什么事，是误会。我们刚进屋，还以为屋里藏着人呢，是吧？嗯。早点休息，把门关好。谢谢。吓坏了。讨厌你，你吓死我了。对不起，孩子，对不起，吓坏了吧？不过这次我可放心了。以后万一要是遇上什么坏人的话，没想到你这么厉害，那受伤的也会是别人。
这件衣服还挺好的，气质美女啊。刚买的，大爷您的银子，所以呀，花着一点也不心疼。我一口气买了2件。喜欢了就买吧。衣服有价，青春无价。不趁着现在打扮，那过几年你是要后悔的。一听你那口气就知道是过来人的感言。我老爸的口气真的一模一样。你知道吗？我买这2件衣服的时候，服务员的眼睛都红了，只有那个收银员眼睛是绿的。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人家买几百块钱的东西都是刷卡的，我倒好，扛着现金就去了，数到那个收银员的手酸的呀。看他那种恨恨的眼神就知道，他肯定怀疑我是个暴发户，要么就是那种偷税漏税的。是我的失误，我回去啊，就给你办张卡，以后出去就刷卡。再说带着现金也不安全，我可不想把你置身在那些强盗小毛贼的眼皮底下。还是不要吧，我觉得刷卡还是没有现金方便，而且也不是哪都能刷卡的，关键时刻救命的还是现金。哎呀，这个事情你就别管了，你要这样会让我觉得很不自在的，好像我是那种被世人鄙视的二奶。你一会儿去哪儿？红星置地。我跟你一起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这小丫头也办不了啥事儿。你们搞什么？你们干的好事。去告诉你们老板，这楼叫他整个拆掉，我找人重盖。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老板也不知道事情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都是下面那些人，他们擅自做主，所以老板今天特地让我来问问贵公司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提议啊？你们这简直就是奸商行为，是欺诈。你们这样搞得我们公司名声很坏，非常影响我们的声誉。你要我提议，那就是把楼整个拆掉，重新盖。您先别生气，都是我们不好。不过您看这楼连内装修都做好了，如果拆了再盖，好像也不大合适嘛。谁让你们装修的？谁同意你们装修的？啊？你们以为快点把活做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告诉你们，对于你们这种奸商行为，我们是绝对不会罢休的。回去跟你们老板讲，咱们法庭见。可是这样吧，我们回去跟我们老板商量一下，下午再来给你们一个答复。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赶紧把钥匙交出来，不要以为不交钥匙我们就拿你没办法。像你们这样，根本就没有商业信用可言。这一大早就陪你来这儿挨通训。你现在是不是陪我去喝杯咖啡啊？好。可是我这个事情怎么跟老板交代啊？谢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说的大部分问题其实都无关紧要，像什么拆除围栏的是否污染周边环境，绿化率差0.1，垂直偏差差0.3，这些个都是扯淡。这些误差呢，都在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们告也告不赢。但是有一条是要害，你们老板擅自把坡顶给人浇筑成了平顶。这跟图纸上完全不符。是，
可陈总说，当时这个合同是和他们老板通过气的，交住的当天晚上还和他们老板一起出去喝过酒呢。可后来他们老板突然就走了，换了一个人上来，就是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钱就可以解决。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派好几个人去谈过了，他们就是不往钱上绕。我们想提个赔偿的方案，可他们总说我们影响他们声誉了，造成什么无法挽回的损失，那我们也根本提不出哦。他们不提是因为有很多事儿不能摆在台面上说，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你知道他们老总叫什么名字？有他资料吗？有。姓孙，你看看。他们集团还蛮大的。我出去打个电话。走吧。来看这儿，再来一个啊！来，1、2、3，好，别动，再来一个。好，这地方拍出来还真不错。走，去那边看看。啊？我这趟是出来出差的，又不是出来旅游的，那我回去怎么跟陈总交代啊？有我在，你怕什么呀？你的电话怎么还没来啊？不会没消息了吧？不会。喂，小猪猪啊，你今天都忙什么了？工作啊。吃饭了吗？吃过了。我和你姐姐姐夫一起吃的呀，今天他们搬家累死我了。哦，对了，他们那儿怎么样啊？特别的豪华，根本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豪华。是吗？我知道你因为淑林的死而难过。孩子，这点我可以理解。我觉得我心里也很难过。你等会儿。淑林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朋友？我觉得你姐姐好像有问题了，你想不想听听我的看法？什么呀？你听我说，我觉得你姐姐好像有别的男人了。哎呀，你别老
真的不骗你。你想啊，自从有了那个教外国人的工作以后，好像再没为钱发愁过，又买新房子，又买新衣服。你说你姐这个，我……小贝，你怎么了？我姐跟那个老外真的就是普通朋友。海藻，你得相信我，普通朋友绝对不会这样。不信你改天问问你姐，但是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哎，怎么了？怎么了，海藻？啊，房间太小，我磕着脚了。哦，那你小心点。哎，你知道吗？我今天碰见苏纯了，她还高兴呢，我真的特别同情她。她可能一点危险意识都没有。我跟你讲，这个男人啊，通常是周围所有人都知道了，他还蒙在鼓里呢。哼，又怎么了，孩子啊？没事，是蟑螂，我抓蟑螂呢。先拜拜啊！别，你别自个儿抓，你给前台打电话。哦，拜拜。哎，别，我爱你，你也爱我吗？我也爱你。跟那个小贝断了吧，我要你只属于我一个人。好吧，没想到你气会那么长。为了哄你高兴，我就哄哄你。把耳朵伸过来。大声点吧，我没听清。你讨厌！好话不说第二遍，没听清算。真是没听清。喜欢我什么？你去死，死得越远越好。真的喜欢。我是哄你的，不是真的。那我现在还是不高兴啊！你再说一遍哄我。我是哄你的，我都说了我是哄你的。说一遍。不要，我说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哎呀，讨厌！痒死了，讨厌！哎，说正经的，有没有什么是你解决不了的呀？什么呀？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商量的，总会有一把钥匙呢，把双方的门都打开。只是有时候他们总爱把自己的钥匙像宝贝一样的藏起来。其实你不打开门让别人进来，你也出不去。我呢，就是站在局外，找到这把钥匙，打开双方的门，给他们建一个通道，然后就各取所需。这么说来，我倒觉得你像一个商人。错，商人看起来很精明，其实很愚笨。他们的交易只是物换钱，钱换物，就像是单行道，而我是立交桥。说这个你不会明白。哎，我不明白，你可以教我啊。算了，你只要快快乐乐的，其他的有我呢。何必自寻烦恼？晚上要不要去吃个合欢宴？合欢宴，和谁啊？红星之地，
我不去，他们昨天还训我呢。你今天让我跟他们合欢，我可转不了那么快。小丫头，去吧，你只管招呼桌上的菜就行了，人不用你管。这1万块钱呢，你先还给他，你也替我谢谢人家。你跟他说一声，你说我们有了钱，马上会尽快还他。不急，你急什么呀？万一我在那做人质吗？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也怪我，前一项我自顾不暇，忙着这个房子，忙着挣钱，也没时间过问你。你跟我说说，你跟那个宋什么啊？那宋什么到底什么关系啊？现在，如果你是为了帮我们渡过难关，那这个钱我告诉你，你马上还给他。我不是因为你，我没那么高尚，也就各种各样的事情交织到一块儿，就慢慢成今天这样了。别老往你自己身上扯，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哎呀，好，怎么了？刚才那个管理公司的保安给我张单子，说是这个月的管理费2200，怎么办？哦，对了，海藻，你不是说替我们把这2000付了吗？去，不说话你会死啊！跟你开玩笑的，不就2200，姐夫有钱，啊，神神秘秘的两人干嘛呢？哎，算了，没什么，就当我们这个月的房租好了。然后那个，我看下个月我们还是搬了吧。正好苏春看上一套房子，挺好的，就是偏了一点，反正价钱还挺好的。这事你就别管了，海藻啊。姐，你不是说让爸妈和然然过年的时候来住这儿吗？住不了几天又要走，不浪费这个钱了。姐，这钱你拿去交物业费，就住这儿。你盼然然来都盼那么久了。哎呀，没事了，我过年的时候跟苏春回去过，一样的。不一样，然然一定要来。这事儿听我的。我一接你电话，就知道没什么好事。说，我这杆枪往什么地方打？我想让你设个局。设个局？什么局啊？搞个同学会怎么样？把你的同学全部召集起来，一个都不能落。哎，我怎么觉得你在演鸿门宴啊？宋思明胸口憋了满满的气，他在生海藻的气。回来以后，他就打算给海藻压力，不再打电话给这个妖女，等她主动来说想念。可这1个星期过去了，海藻一点动静都没有，根本连问候的意思都不存在。为了你人费这么大心思，不知道打住吧。宋思明，哎呀，老同学，现在啊，见你老人家一面啊，真是不容易，还得下面通报啊。胡说什么呢？你怎么在这儿？找我啊？啊，走，赶紧上楼。啊，不用，我下午啊在杭州还有个会，马上得走。来通知你一下，我们年后的那个同学会啊，改在江童县的一个度假村了。为什么呀？我不是才离婚吗？我前面那个咱们同学，在一起见面多别扭啊！不是吧？你小子肯定有别的事儿，说。是啊，现在啊，我又找一个年轻的，这不正黏糊着呢，走到哪跟到哪，甩都甩不掉。
你也知道，我这人干什么事都有个长期。虽然离婚了，但我和我前面那位关系还不错，没事啊还早请示晚汇报呢。你说，如果让他们在江州真的碰上了，还不真打起来啊？索性就远一点。我让老戴通知他，他听说是去外地，他肯定不会去了。我说你这小子啊，利己主义者，为了你让我们大伙儿都跑偏远山区去。好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啊。哎，我可提醒你，你呀，千万别一个人再去了。干嘛？干嘛？你这样子，我们都没安全感呀。你每次都是单刀赴会啊！你想想看，我们那么多人，大部分都离婚了，每个人啊身边都有一个伴儿，你这样子不太好吧？行，知道了。哎，为什么要去江通县啊？哎，这过年过节的，你去哪儿？到别的地方说不定也是门庭冷落的。哎，张中庆在那边开了一个度假村，自己人有吃有喝有玩，多舒服啊！我走了啊，好，再见。孩子啊，这叫什么？这是辛辛苦苦又一年呐。要过年了，业务基本都摊在那里，谁都没心情做。海藻在犹豫要不要给宋思明去个电话，好几件事要跟他说。可他最近摆出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万一自己跑过去主动，倒显得有些热贴。而且，这个人海藻总拿不准他在想什么，他有点怕。不像和小贝一起，小贝就是一汪清澈见底的泉水，你不必在意他究竟在想什么，有什么地方会惹着他。对于自己没有把握的人，最好不要主动去贴人家的冷屁股。海藻下定决心，可冷屁股3个字一旦跃入脑海，海藻就开始心神乱飞了。对嘛，这才是我想要的嘛。喂，哎，还早吗？忙什么呢？不忙什么，最近好吗？挺好的。去看过你姐姐？看了，礼拜天去的。你这个小东西，你没忙什么，又没有其他什么事情，你就不能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吗？难道你从来就没想过吗？我又不敢跟你去电话，因为我怕打扰你。你马上打个车到上次那个地方，我有2个小时时间，我要马上见到你。半个小时以后我要见不到你，你死定了。哦，对了，我姐说她不住您那套房子了，您那套房子就是不收租金她都住不起。你知道那个物业费多少吗？2200呢。我既然让他住，这些事儿有人管，钱有人去交，你让他安心住吧。哦，那姐姐说她想把然然和爸妈过年的时候接过来住几天，可以吗？过年你爸妈也来了？嗯。那你也在这儿了？当然啦。可以倒是可以，不过呢，过年里我想有2、3天你陪我去一趟江头，那你还走得开吗？应该可以吧。你快上班去吧，别迟到了啊！走吧。
离开了宋，这套郊外的别墅就显得特别空旷和寂寞。刚才海藻还想投在宋的怀里睡一觉，现在就完全醒了。你想睡，是因为你喜欢的人在身边，他一走，睡意全无。喂，怎么了？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你这个人真是的，我不给你打电话吧，你就抱怨；我给你打电话了，你又那么冷漠。唉，如果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的话，那我可能就没什么机会给你打电话喽。行了，什么时候快说，我正开车呢。姐姐说她攒了1万块钱让我还你。那么着急还干什么？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她说快点还钱，我就不必做你的人质啦。他以为他还了钱不住房，你就能跑了，幼稚。你以为这点钱再加一套暂时的房子，你就可以拴得住我了？可笑，连个再见都没有。郭海平啊，周六上午过来开个会啊。哎，小吴，跟处理一下。又加班，快过年了，难道大家都不用办年货吗？我说这个饭碗比年货重要吧？啊，再说了，大老板从深圳那边过来，他就周六上午有时间。你还是周六上午过来一趟吧，上午9点钟啊。我没时间。我周六女儿和父母坐火车来，我得去接站。老人带着孩子，我怕不去接站，万一出事儿怎么办？我说郭海平啊，你既然那么舍不得你的爱人、你的孩子，还有你的父母啊，你干脆回家里待着去吧，这样他们随叫随到呀。你看你现在状态像个什么？就像个家庭妇女。你站这个位置不干这里活啊？你看门外那么多人等着要工作，你这浪费社会资源，你懂不懂你啊？不是，我怎么没干活了？我不明白我怎么没干活了？您吩咐的活我哪样没干？我不光干了，我还游刃有余。我现在拒绝的是加班，因为我能力足够，所有的事情我完全可以在8小时之内干。我为什么要加班？哦，当然了，有些人他愿意拍领导的马屁，非要熬到领导走人再走，我觉得那是他个人的事情，无所谓。但是不要把所有人都拖着吧。本来嘛，我说错了吗？万平，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啊？你不想干，你可以辞职啊！我这不留你啊！我告诉你，我们公司就这规定，加班是工作的一部分。你不想干，你可以滚蛋，我这不留。你让谁滚蛋？我说你呢？你让谁滚蛋？你凭什么让我滚蛋？啊，不加班就得滚蛋，是吗？是这个道理吗？大家看着我1没触犯公司条例吧？啊，我2没有不胜任工作吧？你要我滚蛋可以，给我个说法。我告诉你，这是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宣扬30多岁妇女不能用的论调，不是1天2天了。你信不信我告你？我到妇联告你歧视妇女，我一告你一个准。你去，你去。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3500块吧。哎，3500块，除了社保和3金扣下来2800不到，2800你就想买断我24小时？嘿，你这个算盘算的挺如意的啊！你先牵手是不是？哪钱多你上哪儿去啊你？我告诉你，我这不留你我。老板，まだ仕事中だぞ。みんな席に着きなさい。情况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事儿，
他既然不愿意加班，那就不加。では彼女は会社を辞めたくないんですね。じゃあ彼女の席を廊下に出しましょう。また彼女が新聞を読んだり編み物をしてもあなたは感知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それから彼女に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ってもそれはやめてください。いいですね。老婆回来了。在家你不知道给我开门，你不是带着钥匙啊？我知道你为树林的死而难过。哎，但是其实我心里也很难过。怎么了？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哟，嘴接脸掉的，谁欺负我老婆了？怎么了？摔摔打打的，说话呀！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啊！啊，又怀上了？我搞不好要辞职了。